各位，这绝对是你2025必看的一款降噪耳机。在我手上呢，就是 Sony 终于再次大改款的旗舰无线降噪耳机 Sony WH-1000XM6。这代 XM6 无论是在硬体，像是这次换上的全新30mm 单体，整组全新的处理器，更好拆换的耳罩，或是软体配件都是全面大改。像是你看这个全新的收纳包，别小看它，光是这个收纳包更新，身边就一堆人决定换代了。我自己本身就是 Sony 1000X 系列的老用户，像是我手上的这只就是22年推出后不久就买的上一代 XM5。那在这之前 ，Sony 耳罩式耳机的收纳盒都是采用拉链的设计，不会说不好用，但就是不够利落，需要整个打开才能把耳机拿出来。而这代不用，要什么拉链，直接轻轻抠，这样就打开了，收起来也很顺，只要潇洒盖上，收工走人。没错 ，Sony 完全重新设计了 XM6 的收纳包，采用磁吸设计，一抠就能打开，一盖就自动扣上。这个改款真的好评。好啦，虽然收纳包很棒，但今天的重点还是耳机本体。如果你一直有在关注 Sony 耳机的话，就知道自从22年的 XM5 推出以来 ，Sony 在这几年更新了超多新功能、新设计在旗下耳机。所以这次 XM6 在软体上的功能更新可以说是大全配、大礼包等级，大法一次把这几年累积的新东西全面更新到 XM6 上面，软硬体都完全是大改款等级的提升。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这应该是2025上半年我最期待的科技新品之一。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目前用了将近1个半月的 Sony WH-1000XM6 详细心得。对了，我们的好朋友陈武今天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听感以及不藏私的 EQ 设定解析。驴子，我来啦！我们还是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但是我不废话，只讲重点。今年 XM6 最大的看点就是 Sony 让可弯折设计重返江湖啦。那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收纳起来的体积，你看收纳包对比上一代直接小了1圈。收纳包就是我前面有介绍过的全新设计，磁扣打开就能拿出耳机，盖上就能马上放回背包，体验真的是比之前要一整圈拉链拉开舒服很多啊。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放回耳机的时候，要先把伸缩杆收起来推到底，然后折左耳就好。放置的位置是左耳在上，右耳在下，多用个几次就会记起来了。如果忘记，这个凹槽旁边有标 R， 就是右耳的位置。右边这里有个小收纳袋，可以收纳短板 USB-C 线材、外出充电，以及随附的 3.5mm 线材。所以游戏玩家如果要接线游玩的话，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话说这一代 Sony 也真的特别加入了游戏 EQ 的选项，不过我们今天主要会讲无线的体验为主。我们继续看回耳机，这一代 XM6 实测重量255克，大约比上一代多了8克左右。Sony 的重量控制还是 OK 的，采用宽版头带设计，延长杆的长度也够。佩戴体验到时候大家到现场去摸就很清楚了，不浪费时间。我觉得比较值得细聊的是 Sony 这一代耳机本体改了几个地方我很喜欢。第一个是耳机本体上的所有收音开孔现在都有独立防尘网罩的设计，我们这边对比上一代可以看到以前是开放式的设计，用久了难免会有点变色，那现在就明显美观许多，并且这一代的抗风噪表现有所提升。那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个圆形开关按键直觉很多啊，之前都是长条的按键设计，难免还是要摸一下才知道对不对，而现在直接改成圆形，一摸就知道了，顺手很多。并且 Sony 也特别提到了 XM6 不只采用金属关节，在所有部件上都有强化处理，会更加耐用。最后，虽然不是什么新功能，但这次的耳罩也是采用可更换、容易的拆装设计，所以不管是后期维护，或是喜欢自己搭配各种耳罩的朋友，弹性也是存在的。唯一有一个小小的不同是 ，Sony 移除了内层的海绵垫片，官方的说法是这次已经整合在耳罩之上，所以拆开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次 Sony 全新的驱动单体。那既然都拆到这里了，我们也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硬体部分。这次 XM6 在硬体上也是大改了一代，满满看点。首先当然就是 Sony 再次换上的全新单体，虽然同样是30mm， 不过这代微调了穿孔音圈骨架，那整个结构与先前大致相同，主要重点包括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打造的振膜，还有高刚性球顶，单体边缘也更加柔软，弹性更好。根据 Sony 的官方数据，柔软边缘让 XM6 可以做到更好的低音，连带着在降噪表现上也有所提升，并且没有意外的 ，XM6 内部的主要硬体也用上了含金焊锡，也就是含有黄金的焊料。怎么感觉前阵子才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那除了有新单体之外，身为 Sony 家的旗舰降噪耳机，关键字降噪，降噪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次在相关硬体上也全面迎来了更新。Sony 非常豪气，在 XM6 左右两侧一共加上了12组的收音麦克风，单边内侧2组，外部4组，所以单边就有6组麦克风，两边总共12组。那这一切的工程不只是麦克风本身 ，Sony 在处理器硬体上也是首次全面大换血，包括整合式处理器从先前的 V1 升级到 V2， 而 HD 降噪处理器也更新到了 QN3， 主要晶片全面更新。那就以降噪处理器 QN3 来说，这一代的处理速度就达到前一代 XM5 所采用的 QN1 的7倍效能。所以运算效能有感提升之下 ，Sony 也透过今年更强的处理器做了超级多事情。先说一个比较小但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佩戴眼镜或是长头发，那耳罩肯定会有一些间隙，多少会有所漏音。而现在 XM6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些微小的漏音也迅速处理掉，尽可能解决耳罩漏音的降噪问题。还有一个，因为这次的运算效能提升幅度蛮大的，所以 Sony 也抢先在 XM6 用上了一套叫做前瞻式噪讯处理技术的全新演算法。那这套 AI 演算法是有点占未来，毕竟 Sony 都还没取一个专有名词啊。不是啊，这套技术就是在数位类比转换时会产生一定的噪讯偏差，进而产生失真问题。那现在 XM6 本体就可以及时离线修正偏差问题，让类比输出的音质更加贴近原音。好，关于硬体重点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要直切重点，听感。WH-1000XM6 这次听起来到底怎么样？依照本频道的传统，我们再次找来我们的好朋友数位宇宙的陈武。嗨，我陈武啦。哇，这么快要见面。那这次的硬体上，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想先聊聊官网有简单带到的 Walkman 技术，像 XM6 上用上了低相位晶体振荡器，它可以让 QN3 的时钟时脉更精准。万一时钟不准，不是上班会迟到这么简单哦，而是会让声音产生失真。低相位杂讯晶体振荡器便能避免此状况。然后他们在重要元件又有加入含金的焊锡，去确保讯号传递的高品质。在发烧友的宇宙观中，焊锡是确实会影响音质的。以上这些都是在黑砖、金砖等高阶播放器上才会讲究的用料。现在大法连 XM6 跟 Xperia One Mark 7都开始一起讲究啦。哦，懂了。那听感呢？我们先讲原始预设状态下的听感好了。那实际听起来 ，XM6 的声音是不会让低音控失望的。它的低频丰满，并具有下潜，又稍微肉感一点。中频人声则蛮厚实的，比较强化男歌手表现。像吕子颖的嗓音本身就蛮有磁性的嘛，用 XM6 听的话，会更强调胸腔共鸣的感觉。你把手放在胸口，然后讲话。有没有感觉到胸口震动？对，那用这个听就会更强调这边震动的感觉。你再试一次，不是重点，不是音调的高低，是你要想象你是用胸口在共鸣，把它挺起来。来，我试试看，我帮你。来，再一个，要是练壮一点，摸起来才会更有感觉。XM6 整体来说，声音风格会比较偏向欧美流行乐，跟他们找来欧美的母带工程师共同调音，应该有蛮大的影响。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聊的，就是历代 Sony 旗舰其实更好玩的是等化器。那这一代不只是内建了厚重、清晰、硬、软、游戏5档预设选项。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怎么调的话 ，App 里面也有一个可以找到你的等化器的功能，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声音测试，让系统帮你找出你喜欢的声音风格。不过我觉得各位资深索尼用户更关心的其实是更新版的10频等化器。抽有没有什么私藏经验可以分享的？新的10段 EQ 将祖传 Clear Bass 选项给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你各位能对低频段做更精细的调整。对于重低音控来说，万一觉得预设调音还不够凶，可以将125赫兹以下各拉高3到5 dB， 调整后能让极低频增加，又不会影响到人声。大家别看30mm 等同3公分，好像不大，新世代单体能撑得住这么多低频没有问题，让 XM6 带有 Alt 系列的味道。这就是重低音控的严选设定。底下刷一排，陈武你好棒啊，没事。那我们再次感谢数位宇宙的陈武来到邦尼这边做客。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我也要赶回去拍这支影片，但再忙也要来你们这啊。拜。
那除了听感之外，我觉得 XM6 最不需要担心的其实是降噪，依旧是主流第一梯队的表现。我们这边直接先来一段实测。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这次在降噪上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XM6 也跟上了 Sony 这几年强打的全新自动降噪最佳化，也就是系统会根据当下的环境自动调整降噪等级，整体的降噪体验我都觉得还算舒服。像是搭车、室外车流、办公室等等，系统都会自动根据环境噪音强度调整。除非你特别敏感，要不然索尼这几代的耳压感其实都没太大问题。不过相较起降噪，我觉得这次最值得一提的是 XM6 的环境音完全大升级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XM6 不只是 Sony 自家，也是目前市场上环境音绝对的前段班。不只是跟你说话的人声自然，你自己说话的人声自然，甚至你用外放喇叭播音乐，然后带着 XM6 去听喇叭音乐，这种极端的测试都很不错。这代的环境是真的非常惊艳，直接上一段实测。This world I see it calls to me. I hear its voice, make my choice. Yesterday it swept away. Why don't we chase our dreams in this moment? 我觉得自从去年 Limbus Fit 开始 ，Sony 的环境音就不知道是不是破解了什么黑魔法，变得非常非常强，完全可以说是戴耳机比没戴耳机还清晰，而且还原度是真的强，推荐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那不免俗的 ，XM6 也支援说话至聊天的功能，那这个功能非常实用。简单来说，如果有人要跟你说话，你就不用手忙脚乱的手动开环境，你只要直接开口说话，系统就会自动打开环境模式，让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然后马上降低音乐的音量。那你不讲话之后，就会自动恢复降噪一切都不需要把手抬起来。那这边有一个小更新，就是上一代环境打开的时候，音乐会直接暂停，这一代就是会降低音量继续播放，音乐不会被中断。那在 App 里也提供了20档的环境等级手动可调，不过我个人建议一般人直接开自动环境声音即可。然后下面这个着重语音也推荐开启，打开来之后，如果你是在比较吵的环境中讲话，系统也自动把背景的噪音降低，然后突出对方讲话的声音，让你更容易听清楚。哦对了，这代也有环境音之下，如果突然大声声响会自动过滤的设定，比如说火车站突然铁轨摩擦声，系统就会自动降低音量，避免耳朵炸掉。那降噪跟环境音的最后，我比较想聊一下 Sony 最近力推的弹性音效控制 Auto Play 这些新功能。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最实用的叫做弹性音效控制。简单来说，系统会透过 sensor 自动侦测你现在是在哪个情境之下，总共会分成4种状况，分别是静止、走路、跑步、搭乘交通工具4种情境。然后在 App 里面，你就可以非常细腻的设定你在不同情境之下，耳机应该怎么调整。例如静止时，代表你可能在办公室、咖啡厅工作，那就自动开启降噪模式。那如果侦测到走路的时候，比如说在捷运站里面换车走楼梯，搭公车下车后要走一小段路，那开着降噪走路就很危险啊，所以设定成自动开启环境音，调到第12档。当你要换车，环境音就自动打开，比较安全。跑步的时候，可能在河堤边跑，那肯定要把环境音开到最大，如果有什么状况也比较不会危险。最后是搭乘交通工具，例如公车、捷运的时候，就设定成自动开启降噪。那你把4个情境都设定好之后解放双手，系统就会自动对应调整，会好用很多。因为你想想，光是搭个捷运去上班，你就会需要在不断降噪、环境音、降噪、环境音当中切换，其实很烦，通常你就会懒得切了。
那 Sony 耳机跟其他耳机相比，我目前用下来，真的就是这些智慧功能拉开最大差距。有了像是说话自动开启环境、自动根据场景切换，或是 Auto Play 等等。你也可以设定戴上耳机就自动播放 Spotify， 完全不用开 App， 设定好之后就很好用。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连接体验。首先在连接规格上 ，WH-1000XM6 身为 Sony 家的旗舰，肯定支援 LDAC 高音质编码。以及 Sony AI 加持的数位音质还原技术 DC Extreme。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要启用 LDAC， 除了手机要支援 LDAC 协议，也要在 App 里面选择声音品质优先。打开来之后 ，App 这边马上就会从常规的 AAC 成功点灯 LDAC 以及 DC Extreme， 当然也支援最近热门的 LE Audio， 那包括 Sony 力推的360 Reality Audio。以及最近各家在拼的头部追踪 XM6 也是全部支援。比如说我这边搭配 Sony 热腾腾刚发表的自家旗舰 Xperia One Mark 7， 就可以成功启动头部追踪。我想特别介绍一个近期的新功能，就是 Sony 整合了一个新功能，叫做聆听模式。在标准模式下，就是一般模式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第二个，叫做背景音乐的功能。这我们在 Link BuzzFeed 的开箱影片就有介绍过。简单来说，在背景音乐模式下，有我的房间、客厅、咖啡馆3个选项。那我会推荐大家可以体验咖啡馆。在这个模式之下 ，XM6 就会把声音模拟成很像星巴克店内喇叭的距离感，音乐不会贴着你的耳朵播放，而是真的会感觉像是挂在墙上。如果要专心做一些工作或是报告，我自己用下来会觉得比较容易专心。那最后就是剧院模式，这个模式也会有近期 Sony 力推的360 OpMix for Cinema 声频。而在连接体验上 ，XM6 也跟上了 Windows 的快速配对以及 Google Fast Pair 2大阵营的快速配对功能。在关机时长按开机键不放，耳机就会进入到蓝牙配对模式。你看，手机马上跳出配对视窗，按一下连接，这样就完成了。那在蓝牙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耳机的剩余电量，开启头部追踪和 LDAC。在连接体验上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XM6 还支援了双装置配对的功能。那它不只可以同时连接2个装置，也支援了双装置自动切换。例如，你原本是连 Windows 电脑在听音乐，然后想换到手机上看 YouTube， 那你不用手动切换，只要在手机上直接播放 YouTube。你看，耳机现在就自动切到手机上播放了。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切回 Windows 听音乐，也是直接播放，耳机就自动切回电脑上。不过这个切换虽然大部分时间都算是顺畅的，但如果你短时间一直来回切，有时候需要等个2到3秒，但整体来说是蛮可用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XM6 的操作。XM6 同样有独立的降噪和环境音切换按钮，这个按钮也可以在 App 客制化，按2下、按3下分别是什么功能。那其他常用的快速操作一样是透过耳机右侧的大型触控板进行控制，例如轻点2下就可以播放、暂停，往前滑下一首，往后滑上一首。那往上滑你们说是什么？没错，调大音量。往下滑就是音量调小，非常直觉，并且这个触控板是非常灵敏的。另外 XM6 也支援了头部动作的功能，当有电话打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点头接听电话，摇摇头就挂断电话。你还可以开启语音通知的功能，当 App 有新通知的时候，例如有人传 LINE 给你，耳机里面就会念出来讯息是什么，那要记得念出来的只要选重要的 App 就好，把这个功能当成通知过滤器，你全选那就变成干扰了。接着来聊聊续航力。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 ，XM6 在降噪之下可以提供30小时的续航，关闭降噪之下40小时。那根据我们的实测 ，Xperia One Mark 7在音量调整是30%，降噪开启，然后采用更耗电的 LDAC 编码连线 ，DC Extreme 在自动档位，接着透过 YouTube 播放1小时的音乐。那我们测试了好多次，表现非常稳定的，都是落在1小时2%，最多3%。所以我们也加码长时间测试，我们从90%的电力开始实测，整整连续听了4小时26分，才掉到80%。所以以这个表现换算，就算是长途航班也非常够用，日常使用是一定够的。不过这次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XM6 这次支援了 PD 有线快充，官方数据是用 PD 快充充电3分钟可以听3小时。那我们也快速验证一下，在15%低电量之下开始充电，10分钟就可以充将近30%，充很快啊，从15%来到43%。我们也实测，在 PD 之下 ，XM6 最高居然可以达到15瓦左右的峰值充电瓦数。以耳机来说，的确是快充，难怪这次充这么快。
那系统设定吃到80%的时候，就会进入到电池保护，然后慢慢充到100%。那其实这一代也支援了边听边充的功能，但瓦数却被限制在2瓦以下。最后在通话测试上 ，XM6 采用了全新的 AI 数波成型麦克风，也是这次收音表现提升的最大功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小段通话测试让大家参考。Hello， 你现在听到的是 WH-1000 XM6 内建麦克风的通话测试，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呢？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当你在讲电话的时候，系统也会自动打开环境音效，让你听得到你自己讲话的声音，可以有效避免戴着耳机不知不觉越讲越大声的状况发生。整体来说 ，Sony WH-1000 XM6 可以享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完全可以理解，就是 Sony 在2025年硬体、软体、智慧功能、配件和细节全面大改款的一款产品。从体验提升幅度来说，是完全没有理由回头去选前代的产品的。我觉得如果你在看旗舰无线降噪耳机，它绝对是接下来能打很久的一代。光是 Sony 这几年累积的各种智慧功能，一次全部用上 XM6， 就造出一条不小的护城河。这代真的是推荐大家到现场去玩玩。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内容。你怎么还在这里？好啦，也要再次感谢数位宇宙的陈武来帮你这边做客，也要记得去订阅数位宇宙啦。我是驴子，我是你哥，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